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一集呢，一样是我们 DPT 系列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介绍 DPT 里头的情绪调节，如何用这3个步骤来帮我们调节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首先在我们开始之前呢，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这样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咯。谢谢。那所谓的情绪调节呢，第一个步骤，首先我们就是要先了解自己的情绪。了解并接纳自己的情绪，我想很多人其实对于所谓的情绪是没有这么清楚的了解，尤其在我的工作过程当中，我发现亚洲人就是 Asian American， 其实很少去谈情绪。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呢，父母很少去反映说，哦，原来这件事情让你感觉到很失望，所以你现在很生气。我们很少去谈到我们的情绪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情绪其实是蛮陌生的。很多时候呢，甚至在华人文化里头，我们比较常会去谈的其实是身体的反应。例如说，我们其实非常的焦虑，但是我们会说我的胃好痛。那或者是呢，我们其实非常的难过，但是我会说哦，睡不着，我的头很晕，我头很痛，我头脑就是一直转。我们比较容易会是用身体化的一个方式来去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去指出我现在所经验到、体会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所以呢，在第一个步骤呢，其实就是去了解并且去接纳我们的情绪。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其实情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每一个情绪都有它的功能。那每一个情绪呢，其实都是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一个导师。例如说，在我生气的时候，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生气？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好奇的角度去看，为什么我会对这件事情生气？一定是有什么事情会让我感觉到不舒服，甚至生气它本身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情绪，不是我的首要情绪，而是它是一个后来发展出来，而是因为可能你做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失望，然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受到重视了，所以我觉得很难过，然后我后来就学会用生气来去表达我的难过。也许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一些情绪，那或者是我们有更多不同的一些情绪包含在一个事件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其实更了解自己的情绪，然后去接纳我们的情绪，它没有所谓的好或坏，它就是一个情绪，那它会来，它也会离开。那情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了解原始的生活过程当中，以前的我们的祖先其实他们是在丛林里头生活，也是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情绪，就是紧张害怕。我们在丛林里头生活，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提高警觉，你必须要有那个 fight or flight 的一个机制，你才有可能够生存的下去。所以情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所以没有所谓的负面的情绪，而是我们有一些情绪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那透过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相对的学习了如何去接纳自己各种不同的样貌。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如果你对于自己的情绪呢比较不了解的人呢，我们这里有一个 Emotion Wheel， 这个是由 Robert Plutchik他所研发出来的，他这里头有非常多的情绪，那其实它是有主要的一些情绪一个一个研发出来更细的一些情绪。那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部分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寻找，然后去上网搜寻，你可以找得到。通常我找到的是英文，这里有找到一个有中文翻译的，那其实可以帮助你自己更了解你每一个当下。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情绪轮，然后去了解跟接纳我们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去减少我们的一个 emotional vulnerability 的一个机会。所谓的 emotional vulnerability 就是指让我们情绪变得比较脆弱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是常常在边缘型人格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边缘型人格比较容易会因为一些事情被激怒，也就是我们被 trigger 了。那当我们被 trigger 的时候呢，就会容易情绪化，然后会暴走，会不高兴，我们甚至会做出一些很冲动的决定。
所以呢，你会发现在 borderline 的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青少年的时候容易会有自伤的行为，那可能在成年可能就会有物质、药物、酒精滥用等等之类的。那这些都是一些 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比较常见的一些就是冲动的行为，这些都是在我们情绪非常脆弱的时候会做下的一些冲动的决定，所以我们就是要减少这样子的一个 emotional vulnerability 的一个机会。那要怎么做呢？就是反过来，我们要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生活形态的选择。怎么做呢？例如说，我们之前有提到的，确认自己有充足的睡眠，睡眠非常的重要。第二个呢，是确认自己能够有一个比较均衡的饮食，尽量吃原型食物，多摄取蔬菜水果，然后确认自己有时间去做运动，因为运动可以帮我们调节我们的情绪，也可以帮我们的认知有比较强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做运动也非常重要。我们试着透过这样子好好的照顾自己的方式，也慢慢的去建立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自我的概念，让自己能够越来越稳定好，就把精力放在照顾好自己的一个部分上。相对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在跟人相处也会情绪状态都会好很多。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去减少情绪脆弱的一个几率。那第三个呢，就是减少emotional suffering。 所谓的 emotional suffering 就是减少为情绪受苦的那种感觉。那 mindfulness 呢，其实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正念思考去了解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还有在上一次的一个影片有提到了，我们可以透过在这件事情发生呢，原本是会让我感觉到很难过，那我可以让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例如说呢，当大家出去玩没有跟我说，会让我觉得自己被隔离了，被排斥了，被排挤了，然后我会觉得很难过，我只想要躲在房间里面，我一点都不想要出门，然后我一点都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只想要待在房间里哭，然后什么都不想做。那我要做的是反过来，反向创造一个正向的连接，那就是出去走一走，做一些让我自己会感觉到开心的事情，做一些让我自己会觉得比较快乐，甚至会让我大笑的事情。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反向的动作。那这些呢，就是让我们利用一些活动，第一来分散注意力，第二来创造一个新的情绪的连接。所以在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大脑不会永远都只连到一些负向的情绪，它还会有一些正向的情绪能够把它综合掉。OK， 那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的 mindfulness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情绪，你才能够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需要做哪些事情。所以一样的，我们刚才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所谓的情绪的那个轮，在里头有各种不同的情绪。那搭配我们在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所谓的 mood log， 就是去记录一下自己的心情的一个状态，每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状态，配合这两个部分一起来去做一个记录，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好，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所谓的情绪调节的3个步骤。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对你或身边人有没有帮助呢？如果有的话，帮我们按赞并分享出去哦。那我们下一次见了，拜拜。